这是一个令很多中国人绝望的时刻。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全面崩盘的边缘。自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就陷入了疯狂下跌的漩涡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二手房价格一片惨淡，短短1个月时间就跌了3000至5000元每平米。大批炒房客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累积的财富化为乌有，痛哭流涕，绝望不已。专家预测，这种下跌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，整个楼市正笼罩在黑暗的阴云之下。业内分析认为，2024年1线城市的房价压力将要大于2、3线城市，楼市大招频频泡汤，市场陷入恐慌与无助。有分析师警告，如果楼市持续低迷，将给脆弱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。这是一幕惨烈的房地产大崩盘，普通购屋者和炒房客都要为之哀悼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2024年房价下跌已成定局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，今年1月份，在70个大中城市中，1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1%，而2线城市和3线城市分别下跌0.6%和0.7%。这意味着1线城市房价跌幅明显大于其他城市。到了2月份，情况依然如此，1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.8%，2线城市和3线城市均下跌0.6%。观察1线城市房价情况，不难发现，这些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快速下跌周期。以北京为例，西城区房价从12.1万跌至11.6万，跌幅达5000元；东城区房价从10.5万跌至10.1万，跌幅4000元；海淀区房价从9.3万跌至9万，跌幅3000元。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黄浦区房价从11.1万跌至10.8万，跌幅达3000元；徐汇区房价从9.1万跌至9万，跌幅1000元；静安区房价从8.8万跌至8.6万，跌幅2000元。广州楼市更是雪上加霜，天河区房价从5.5万跌至5.1万，跌幅4000元；越秀区房价从4.6万跌至4.3万，跌幅3000元；海珠区房价从3.8万跌至3.7万，跌幅1000元。广州房价的跌幅不仅超过了北京和上海，而且广州楼市的限购政策也基本放开，这让市场更加乱象丛生。有业内人士直言，广州楼市已经南京化了，意味着房价反而在放开限购后更加暴跌。更让人后怕的是，这种下跌趋势并非短期内可以扭转，悲观情绪笼罩了楼市。58安居客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3月，1线城市二手房的挂牌价格环比下跌1.6%，而2线城市和3、4线城市则下跌1.1%。这意味着1线城市房价下跌的步伐更快。事实上，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，1线城市房价就开始全面下跌。在此之前，虽然也有下跌，但趋势并不连贯，甚至有些月份同比价格还在上涨。但进入2023年下半年后，二手房价格的同环比几乎都在下降，这也与1线城市楼市大松绑的时间点相吻合。2023年7至8月，1线城市就开始吹风，8月底9月初更是全面执行认房不认贷政策，随后陆续放松限购，降低利率和首付比例。其中以广州的放松力度最为激进，楼市几乎可以说是全面放开。业内人士分析，之所以1线城市集体调整松绑政策，就是因为价格在下跌，销量又跟不上。这一切时间点的吻合，也印证了1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在2024年将面临大规模下跌的趋势。从数据上看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。58安居客研究院的3月报告显示，1线城市二手房的挂牌量增速高达 15.8%， 远高于2线城市的 15.1% 和3、4线城市的 12.6%。这意味着1线城市二手房源正在快速增加，
而价格却在不断下跌，与前2年2线城市二手房市场的情况高度相似。一位房产经纪人忧心忡忡地表示，每一次楼市大松绑的背后，都是二手房挂牌量的激增和二手房价格的踩踏。这种情况一旦出现，楼市就很难好转。这位经纪人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。整个中国楼市都笼罩在一片悲观情绪之中，不少炒房客眼泪都要出来了，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多年的辛苦可能化为泡影。一位房产经纪人感叹道：“这样下去，很多人可能要失望了。”更让人不安的是，中国楼市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剧。从春节到3月30日，短短2个月时间里，市场就被放了4次鸽子。每到关键时间点，都有所谓的楼市大招要来临，结果最后都是一筹莫展。2月底、3月8日、3月15日、3月30日，这些关键时间点全部落空，令人扼腕叹息。这种频繁的鸽子让市场愈加困惑和焦虑。一位资深房产经纪人感慨道：“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，上面一个接一个的被放鸽子，谁还能相信房地产市场的任何消息？这种不确定性无疑加剧了楼市的动荡。”不少观察人士担心，如果楼市持续低迷，对经济的拖累会越来越大。一位房产分析师直言，楼市如果真的一蹶不振，对经济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创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炒房客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据了解，一些炒房客已经开始动摇，甚至有人准备抛售手中的房产。一位炒房客哀叹道：“我们辛辛苦苦多年攒下的钱，可能就这么化为泡影了。”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，面对这样的楼市形势，不少准备买房的普通百姓都陷入了两难困境。一位准备买房的上班族表示：“我们一家人辛苦多年存够了首付，结果现在房价一直在下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佳入市时机。”在这片笼罩着悲观阴云的楼市中，出现了一股以旧换新的新风潮。近期，超30个城市纷纷出台支持房屋以旧换新的政策，鼓励老房主以旧房换取新房。官媒也在大肆宣传这一政策，称购房者需要先算清3笔账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股以旧换新的热潮很可能是官方寻找楼市接盘侠的一种手段，意图通过这一政策割取最后一波韭菜。经过多年的高速膨胀，中国楼市正陷入一波持续而又惨烈的下行周期。面对房价快速下跌、销量不振的窘境，各地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，试图救市。而以旧换新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新选择。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，老房主们纷纷将手中的旧房拿出来兑换新房。一位资深房产经纪人讽刺道：“政府这是在寻找最后的接盘侠。”他们希望通过以旧换新的政策，让老房主们重新回到楼市，成为新一轮的韭菜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拉动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，但长远来看并不可取。因为一旦新一轮的韭菜被割完，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必将愈演愈烈。现在楼市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如果再次鼓励老百姓抛出手中的旧房去换新房，无疑是在加剧这一趋势。一位房地产分析师忧心忡忡地表示，政府应该摒弃这种权宜之计，而是从根本上去解决楼市的深层次问题，否则这只会让楼市雪上加霜。在这片愈加阴郁的楼市中，普通百姓的焦虑和绝望之情也日益加深。一位准备买房的小张叹道：“我们辛苦多年存下的首付，在房价不断下跌中化为泡影。如今政府又出台以旧换新的政策，难道是想要把我们最后一点积蓄也榨干吗？这场房地产寒冬何时能结束，令人难以预料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政府继续采取权宜之计，试图通过割取最后一波韭菜来维稳楼市，结果恐怕只会让整个行业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。”